在上一个视频说明，原子由质子、中子和电子3种次原子粒子组成。重点已经讲解原子的结构，即各粒子的相对质量和电荷。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紧密地连结一起组成，各粒子的电荷是不同，每一粒质子是带一个正电荷。简单记忆质子的电荷，因为质子和正数的英文字都是以 P 字母开始，而中子是不带任何电荷，因此是中性。记忆中子的电荷方法，同样用英文字的方法，中子和中性这两个词汇，两者的开始都是 N 字母。最后，电子具有的负电荷量，其大小与质子的正电荷量相同。留意，原子核中的两种粒子的相对质量为1，但电子的相对质量要小得多。右边的这个框框代表锂元素，这方框内的数字告诉我们，这元素的原子共有多少粒质子。原子的原子序便是原子中的质子数量，通常显示在方框中的左下角，用 Z 表示原载序数。Z 符号代表质子的数量，例如，锂原子含有3粒质子，因此锂原子的原子序数为3。从质子的数量，亦决定了原子属于哪个元素。再次从方框的左上角，同时显示出一个质量数，这个数值告诉我们，是原子的中子和质子的总和数量，所以如果想知道锂有多少粒中子，只需要把质量数减去原子序及质子数量。例如，锂的质量数 A 为7，符号 A 表示质子数加上中子数，因此锂的中子数目便是7减3等于4。因为锂原子有3粒质子，得出锂有4粒中子。从右侧方框尝试计算出氯原子中的质子和中子的数量。氯的原子序数是17，所以质子数量是17，它的质量数为35。因此，中子数目就是质量数减去质子的数量，即原子序数。所以，氯是有18粒中子。因为整个原子是中性的，电子数量必须等于质子数量，得出氯亦有17粒电子。我们在上一个视频中的说明，原子中心包含一个原子核，它是由质子和中子所组成，带负电荷的电子围绕原载核运行。我们可以根据质子的数量，判定它是哪种元素。氦这个原子拥有2粒质子，同时原子核中有2粒中子，2粒电子绕住它们不停运行。观察右图，尝试找出一个氧原子有多少粒质子、中子和电子。我们知悉，质子的数量决定了是哪种元素，而中子的数量又有何启示？在同一种元素，中子的数量实际上是可以不同。例如氧元素，它的原子核内的质子数目不变，但它的中子的数量可以不同，它仍然是氧元素，虽然它的中子的数量不同。因为质子的数量相同，我们称这些为同位素。同位素的定义是同一元素是有相同数量的质子，但有不同数量的中子，被称为同位素。某元素的同位素的化学性质相同，但其物理性质则不相同。氯的同位素，最常见氯的同位素氯35，它有17粒质子、18粒中子和17粒电子。另一个氯的同位素氯37，它同样拥有17粒质子，但有20粒中子和17粒电子，因此它的质量数为37，而不是35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称它为氯37。
因为仅在中子数量上有所不同，故被称为同位素。它们的化学性质都是基本相同。由于中子数量的不同，因此不同的氯同位素将具有不同的质量数。